总之就是卧室的灯主灯它也给它调那么低哦。这个用掉的是主灯哦，它不是说你的卧室里头有一盏大灯，我打开，然后这是7分灯，我把它打开，不是，这个就是用掉主灯的那个电孔下来哦。所以欧美电影也是一样啊，哦，就看起来都暗暗的，然后光都是用间接光，然后看起来很柔和这样哦。主灯挂在这边这么低呢，那个是人站起来在床上哦，就会挥到了，手会去挥到的。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用这样子生活。我们台湾人哦，我们设计上就不敢哦，就不会有个师傅说知道灯要掉那么低啊，他掉那么低被你看到又被你骂，你知道？可是这个就是 IKEA 装潢的精髓哦，真的是这样，你灯要温暖，掉那么低就可以了。其他就是墙面、地板的色系跟那个软装的色系，灯掉得很低。我试过一次哦，真的是那个美感瞬间就腾出来了。但当然危险或什么那个再说嘛哦，对。我有点挣扎，我下一间是不是也要搞这么低啊？不然我先租租看哦。装潢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哦？怎么做 CP 值才会最高，让房地合一都可以折抵？先说结论哈，我建议你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就好，就做大不做小哦，做大不做小。都有前辈给我的观念，他们也是这样弄，然后我的房子给他也是这样的弄，做大不做小。大就是面积要大哦，面积大的东西要做，小的话就再研究，有预算再去做。还有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预售屋可以不装潢就出租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装潢要做到什么程度哈，这是我们来聊装潢。那会想要聊这个是因为说有一位付费会员来问我说，装潢他要做啦，但是他要做到什么程度？但老实说，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好回答，因为那个装潢这种东西没有上限嘛。但是我之前跟那个我前辈聊过，我觉得他讲很有道理哦，因为他自己也是那样弄，然后我的房子给他弄也是这样弄，那效果都很好。那现在跟你分享，先说结论，做大不做小哦。这个今天的含金量应该是可以放到付费会员影片去的，虽然讲都讲了，把它讲一讲。做大不做小，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装潢一间房子的时候，大的东西最好都把它换新的，小的你可换可不换。例如说什么墙面，那很大嘛，那走进去面积超大的嘛，那就是要油漆。地板那个就是要重铺，哦，重铺不是说你那个什么瓷砖都要敲掉重来一趟，不用哦，就是什么 SPC 看覆盖得上去就用，就这样哦。除非你是为了一些工程发票啦哦。好，那窗户窗框那就把它换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取得一个效果，就是说对方进来他会认为说，买方进来他会认为说，哦，这是新兴的房子，都有整理过。你不要说什么他看这房哇好漂亮，地板好漂亮，哇墙面颜色都重新，哇家具好点啊，靠北这个窗户怎么是这种阿嬷年代的打开来看，如果你要这样子弄没有不行，你要记得加窗帘把它遮盖起来，这件事情是可以的，不是说我们要取巧，而是说窗户没有那么常开，真的，因为现代人早出晚归嘛，他最常开的那个窗户大概就是他的客厅的那个落地窗，就这样。如果你要这样子留那个丑陋的窗框的话，那你要加一个漂亮的窗帘把它弄起来，然后窗帘。我跟你讲，装潢就是这里好玩哦，一路装潢深似海，每个人做的都有每个人的道理，那你就自己觉得你适合的就好。就是说，窗帘这种东西你一弄你就让它落地就只要它落地，你不要说像这个阿嬷窗户，它只有一半嘛，你只遮那一半，没有不好，也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是我就那一面墙可能都把它用落地窗帘把它遮起来。面积要大大的东西要是新的，就这样，不然就是阿嬷窗户，你也不放窗帘，大家看到直接冷掉，他就说这间房子这样没有整理人家梦幻泡泡就被你戳破，所以我会建议说卖掉之前怎么装潢卖掉之前接下来我们来讲2种装潢，第一种是卖掉之前的装潢怎么弄，先说结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因为装潢的费用有那种项目都是可以扣抵房地合一的，固定物非固定物嘛那其实这边很看各地的国税局承办的人，他爽他就让你过，他不爽他把你叫来谈就都是这样，所以通常是怎样，就做好做满，不然你这边精算被他不认那你可能税金的部分就会变多，也不要犹豫这边注意一下，就是房地合一税的扣抵，它的装潢认定有2个标准，第一能增加房屋价值或效能，第二非2年内能耗竭的东西所以不是说我装潢我装潢你全部都要算，不是这样那基本上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门窗地板这些东西是可以算的，水电重拉可以算，你浴室重新整理打到建砖有留照片那些基础工程都可以算了，应该这样讲，基础工程。那如果你今天是做系统柜就是那个夹缝很奇怪，你做一个系统柜把它顶起来一路做到天花板，这个就有争议咯，有的县市认，有的不认，高雄是还认的反正高雄就是施政上的滞后区
开第一枪，先开枪走马台北哦，然后高雄那边看，那我也要开了，不然要出事了哦。所以高雄现在是都还可以，所以我会建议你要问一下房仲他的状况，他的经验哦，厉害的都会知道状况，不要到时候你做了一堆，然后房地合一2.0是不能够给你抵的，这样就很可惜。最后你要知道出租之前怎么装潢哦。那第二种就是出租要怎么装潢。我们接下来讲出租哦。出租装潢的话，我们就不会像卖房子做那么细了哦。这个要说明一下，就是为什么卖房子之前的装潢要花大钱弄，我会花超过100万来弄，是因为我们要拼实价登录最高价。因为我这个就中古屋你就要美装潢啊、精装潢啊，哦，然后来拉高那个价钱。我的买方哦，他即使银行建价放他8成，他可能哦买这个成交价对他来说只能贷款7成，那个都还可以哦。中古屋就是欠修理啊，所以我们就把它修理好。那你钱都花，你干脆把它弄好弄满，那个电线也要换哦，然后那个窗框漏水什么都一次把它根治掉，然后再卖给下一手，这样比较好哦。我就不是那种人家讲的什么黑心装潢，那没什么好黑心的。那就是这样哦，中古屋的客群哦，他去买那个已经装好，他是有优势的，这个不多谈。我们现在讲出租 ，OK？ 那窗户如果袅袅的哦，我没钱我就不会换了，因为窗户这件事情它并不会影响租金，而且它是可以遮挡的，就是用那个漂亮的窗帘把它盖起来嘛哦，那基本上不会影响租金太多。那基础我还是会做。我现在讲中古屋，你预售应该没有什么漏水壁癌的问题。拿到一间房子，我们真的会去做一些基础的整理，然后发票也要留好。就那种成年发票最厉害了，好，来就漏水壁癌，电线会重拉，那个水会不会处理好，这个就要看，电线都会弄啦，就下一手都会问嘛，所以我们是都会弄。OK， 那可能就是油漆弄一弄，然后地板，然后天地壁、窗灯，哦，大概就是这些，哦，灯会换掉。灯哦，我讲八卦的时候我好好讲哦，灯真的是魔法师 ，OK， 好，灯很多啊，便宜有轨道灯，没有多贵，你做起来的话质感会提升很多。再来是地板，会不会铺什么实木的地板？现在都很科技了哦，就是建材市场的那个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现在有一种免胶地毯，不用胶水的地毯，免胶地，它名字取这样，然后一堆名字啊，什么10金地板3小的哦，随便，反正就是它不卡扣哦，它就是一块一块放好就好，就它可以很密，就2片弄在一起，你用胶锤咔，把它往旁边敲，它可以对很密很密，那个密是密到我都做实验，我在底下垫一张卫生纸，上面放一块，上面再放一块，然后我用胶水把它敲紧，就这样而已哦。然后倒水下去，然后去忙我的，然后过了10几分钟回来看，把上面的水擦掉。我要看这个免胶地毯说它很密，到底真的假的啊？不要那么一直渗漏水。结果把它拿开，卫生纸没事，这我就有信心了。然后它安装起来比那个塑胶卡扣还要简单很多，那个女生就可以弄。嘿，啊，也不用维修啊，那个你就留一点嘛，啊，到时候哪块有问题，然后照它的，我们不会直接排，我们会排最烂排个公字啊，你不排公字看起来很难看啊，就意外的很难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然后踩有问题的地方，通常是狗尿尿、猫尿尿，就给它尿在地板上，然后渗进去，然后你怎么洗地拖地都有味道。OK， 那大概知道以后就直接拿个黏黏的吸板把它弄起来，然后其他的就照样给它割一个同样大小的，把它拼回去就好了。我现在比较喜欢这种地板，原因是塑胶卡扣很麻烦啊，塑胶卡扣哦它也会破嘛，会被砸破或什么，那你要很麻烦啊，你要出动线打，那个线打你知道，我觉得那是最危险的机工具。然后都是血，然后把它弄，然后那另外再切一块，把它补回去，然后粘洗力控透明的，看怎样弄最好弄到看不出来。可是那种免胶地毯，它就有维修上的优势，超级优势哦。那个你贴到边边角角哦，它留几束胖黑我，你这样洗力控来把它爬过，还有就碎啊。那看起来是真的就好很多，然后现在那个免胶地很屌呢，那个屌到什么程度？鱼骨木纹，我自己做木地板我都不敢做这个鱼骨木这么贵的东西，然后那个免胶地毯直接就有了，好，你就拼嘛，哦，那看起来你那个书房用鱼骨木纹哦，看起来就够 give， 真的很夸张，看起来就哇，这哈利波特的书房，你看装潢就是这里好玩，真的很好玩的哈，你没玩过你去玩玩看，因为你看我兴奋到台语都喷出来，反正我是讨厌瓷砖的哦，瓷砖，反正瓷砖问题真的很多，你不觉得吗？尤其是厕所，好。那免胶地毯还有一个好处哦，就是你旧的瓷砖不用砸掉哦，你直接铺就好哦，直接铺就好，它可以容忍那个高度差哦，那你自己铺就好。那你说尺寸要怎么裁？用粗的美工刀就可以裁。你买的话都通常会直接送你一支。我说真的假的？我来割割看哦，真的哦，就割凹，然后再割还是断了，就这样。你就自己再看怎么把它割漂亮。我们是用磨的，哎，就
拿那个过去它就很平了哦，就这样。好，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弄，我们有那些工具啊。你没有的话，你用美工刀也是可以。为什么不是像卖房子之前哦，你出租要把它弄好弄满呢？因为啊，如果你在这时候花装潢的大钱哦，到时候你要卖的时候你是旧的装潢，这个会造成我们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是我的房价到时候会拉不高哦，就这样。好，那像那个免胶地毯，我认为它算一种玩具啊，它一定会被认成可移动的，可是现在不会看那么细。就是我说高雄啊，他认为你就有重弄木地板，这边有工钱，那你就可以报。他不知道那个是免胶的，这样挂上去就好。如果被他知道可移动了，应该他也不认了哦。好，那如果你看我当初去铺木地板实木木地板哦，不是什么塑胶木地板哦，那这个木地板哦很麻烦啊，保养又很麻烦啊。那到时候人家拿到手上哦，又是旧的木地板，那他又不要。我们现在看很多中古屋不是都这样吗？而且老一辈哦很喜欢做和式，对不对？那个大概都是木的，看起来够廉价，如果刚干嘛就很廉价的东西，然后它又很麻烦。你要把它改掉吗？又是大的工程了，所以我真的是建议用那个免胶地毯哦，或 SPC 自己去发挥，这样就好了。哦，那个 SPC 哦，我们自己要拼出房间可以，拼整间我是还没拼过，但是只是要拼个房间的话，我想大家都可以哦。那个就看起来很难，其实还好。那就是这样哈，出租哈，你把它精装好、做好做满的意义真的不大哦，真的不大。你就是拉高租金、化妆，也就俗称好的租项、好的卖相就好了。然后你要放满6年嘛，5年满了6年第一天，你要卖的时候就那时候最好是全新装潢哦，让买方买到一个全新、干净、整理好好的房子哦，这样子比较理想。OK。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哦，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
好，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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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我现在花点时间来讲那个灯灯光啊，真的是魔法师、魔术师呢。今天你看来这个是第一张图，这就 IKEA。我不是一直讲说你去抄 IKEA 吗？IKEA 的这个样品屋你也有去逛过，你跟你的尤其是你的另一半女孩子觉得说哇好美好漂亮，请问她美在哪里？我不是酸她我是说为什么人家做出来有那个感觉来这一张图 IKEA 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色系，它的色系就是颜色不多，就是那个咖啡色、绿色，对不对？绿色还去对到那一张躺椅也是绿色，然后它的墙面用的这个我看起来很像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油漆色号叫雾香雾香就是起雾的雾乡愁的乡，雾香色很爱用，然后雾香色图案效果就很美啦，就看起来就是有质感有格调。我觉得它比较像一种带褐色的灰色，是有质感的颜色就是这样色系，然后再加上它打的灯光那整间呈现出来就会给你看到一个色，你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如果你不知道你要怎么装潢你看你拿到中古或预售一定都白墙嘛，对不对？白墙嘛，然后老旧瓷砖地板嘛。那如果拿到我手上，我会怎么做？我就会把油漆也去挑成，就去弄成这个颜色然后它地板这个好像是有铺地毯，然后底下也是木地板。那我就是照做，我会尽量去模仿 IKEA 的色系不是说我没有审美细胞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弄比较好看你用抄的这些商品都买得到，不是买不到。然后油漆的色号这很多吧，你就相机不要开滤镜当然以 iPhone 的话就是大概用录影，那录影下来以后你又去红牌油漆、青叶油漆，然后直接开说老板我要这个颜色，他就拿一本色票给你挑，你就选一个近的，大概就是这样就这样色系的功课直接在 IKEA 做就把它做完了。你要相信 IKEA 的口味，为什么？因为他是生意人，他是做最好卖的口味，这你同意吧？他不会做一个什么很刁钻的东西来为难自己，让自己的东西又卖不出去嘛第一张图片我们看色系，所以我也告诉你你可以时不时你就去IKEA去参考现在流行的色系长什么样子。那当然那个欧美企业他们会用比较跳的颜色，像我们台湾人就比较喜欢日式或是干嘛嘛，什么侘寂风跑出来了。那北欧的话会有大黄大绿那遇到那种东西你就跳过。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这也是 IKEA 客厅就这样，然后那个花布沙发看起来像阿嬷的沙发，可是你摆在这边就有那种乡村风的感觉好来你看是不是人家的墙面也不是纯白？对啊，然后一样色系跑出来。然后我前面说讲八卦说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灯灯在哪里来，你现在可以暂停，你再回去看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个客厅跟这个第二张图。来，你注意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去摆 IKEA 我们都摆出来没有那个 IKEA 的感觉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终于悟到了，这是我自己发现的在这个破碎思考的年代，我还能自己去思考一些事情，我就跟你分享我真的悟到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在灯，你看它的灯，我敢跟你保证，你即使是室内设计师或你自己在那边整理租客房子很有心得，你的灯都怎样？你都不敢吊这么低，你自己看，谁敢吊这么低啊？对啊，我们台湾的习惯不是这样，我们都是吸顶灯或砍灯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直接光就把它打下来，很像那个IKEA 餐厅也是用砍灯，你看他们也吓到了吧？好，台湾人的习惯。但是它的那个样品屋它灯都吊得很低，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很低，而且它的色温它也不是那种爆裂的白色还有色温在3-4千可以黄光就这样温暖的黄光。我们在做 IKEA 为什么会呢？所谓的不对位你去看很多的民宿，那装潢起来不对位、不称位灯魔法师因为大家的灯都不敢吊这么低，真的是这样。你只要把灯吊得那么低，你会觉得说好像这就 IKEA 就这样，灯就是那个魔法。尤其是我们这种中古屋我们特别的注重灯的用法。你最基础叫做灯让它亮就对了那轨道灯或什么的便宜嘛让它亮就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参考 IKEA 的设计哦，就是灯啊，主灯你不会掉那么低的啦，真的啦。我在发现这一点以前，我也不知道说哦，灯要掉那么低才会有那个感觉哦，这是有依据的哦。就是说西方人有没有？西方人啊，他们是用灯光来做功能区的划分哦。我们东方人啊，就是实体的隔起来，那个叫做功能的划分哦。所以说他们会用灯就打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餐桌哦。然后其他地方哦就黑黑暗暗的，也没有像我们哦一打开整间都亮的东西，那个商业场所才会有。它就是用灯光来划分哦。我以前听到还不信呢哦，然后我滑那个短视频嘛，我滑到了一个什么，反正华人在加拿大哦，就是那个嫁去加拿大的中国人在拍的那个短视频嘛，然后讲他的家庭生活。哎，我故意看了一下，我靠！他们的餐桌灯真的掉那么低呢？这是真的呢，哈。好，餐桌灯是怎么样？就是说你的餐桌大家坐好嘛，前面的餐桌往上80到120公分掉那个灯，就这样哦，就这样。那个的高度是灯的高度是你成年人站起来，你这样打会打到那个灯的哦。他们就这样搞哦，就是灯就这样打，其他的地方都暗暗的哦，然后所以灯就在暗，你自然就会看着啊，这就形成一个功能区，会很有味道哦，会很有味道。好，我们再来看第3张图。刚刚是客厅，现在是卧室。有了刚刚我跟你讲过的灯的印象哦，来，你看这个 IKEA 的卧室，你有没有发现？我靠，那颗白灯笼，对不对？一样，我们不敢把灯吊这么低，真的不敢。我们房间就是吸顶灯啊，就是这样的呀。首先，我也不知道 IKEA 他们觉得白色的灯笼挂在家里这件事情很美，还是这文化上的差异，就先不讨论哦。总之就是卧室的灯。主灯它也给它调那么低哦，这个用掉的是主灯哦，它不是说你的卧室里头有一盏大灯，然后打开，然后这是7分灯，我把它打开，不是，这个就是用掉主灯的那个电孔下来哦，所以欧美电影也是一样啊哦，就看起来都暗暗的，然后光都是用间接光，然后看起来很柔和这样哦，主灯挂在这边这么低呢，那个是人站起来在床上哦，就会挥到，手会去挥到的，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用这样子生活。我们台湾人哦，我们设计上就不敢哦，就不会有个师傅说知道灯要掉那么低啊，他掉那么低被你看到又被你骂，你知道？可是这个就是 IKEA 装潢的精髓哦，真的是这样，你灯要温暖，掉那么低就可以了，其他就是墙面、地板的色系跟那个软装的色系，灯掉得很低。我试过一次哦，真的是那个美感瞬间就腾出来了，但当然危险或什么那个再说嘛哦，对。我有点挣扎，我下一间是不是也要搞这么低啊？不然我先租租看哦。反正我弄好了之后，我拍支会员片，然后要是后来有那租客在靠背哈，那我就把它收回去。它那个都铁链的，那没什么，你把它卷一卷，它又变短了嘛，还好。好，我还要准备下一张哦，一样是卧室。好，来你看这一张第4张照片，这也是 IKEA 的卧室哦。你有没有看到床上那盏灯？对不对？就是这么低，那个不是人起来会撞到的吗？他的意思就是就没有要你在床上站起来干嘛，你床上要干什么坏事，你也是躺着弄啊，你怎么会站起来弄？所以他们都不会怕撞到那个灯哦，就这样。然后啊，这张图片是白天，你可以想象哦，就晚上夜幕低垂的时候，这一盏主灯哦，温暖的黄光，房间里几乎没有其他的灯光，所以视线就会聚焦在那个床上，那看起来就是这样，就会很温暖很美。这个就是 IKEA 哦的设计装潢的神髓啊，就是那个灯。我们都不敢掉那么低，真的。好，你下一次哦，周六周日哦，反正你也没事嘛，不然下班就可以了哦。你下班之后就抓着你的另一半，带你的老婆小孩，就说走，我们去 IKEA 吃晚餐，你就去看那个哦，小孩子吃冰哦，然后那个看他有没有新的菜式，然后你去试试看，不然永远都是那个肉丸。你去逛的时候，你特别按照我说的，你去观察一下 IKEA 的那些样品屋，他们的灯到底掉的有多低呀、真的很夸张。你就拿他店里不都给你那个卷尺，你去量量看哦。很屌，真的很屌，所以出来人家这么漂亮啊，就这么美啊。IKEA 还有一个地方，你现场看不出来的东西是冷气。我们的冷气通常不会用吊顶式哦，所以就是裸露在像我房间这个裸露在外面的。IKEA 的现场你看不到冷气，好，所以要有心理准备，说你装出来，好，你都照抄一看，你看冷气还是凸在那边有点丑，这样那就算了哦。OK， 灯掉的真的很低哦，你想要把 IKEA 抄的像学的像，你就。好歹你就放的那么低哦，不然你先放哦，你再告诉我说租客的反应是怎么样？美是真的很美啊，但是低也是真的低啊，那个低到会我都觉得说哦
啊，西方人他们小朋友在家里那么乱玩，不就被扯到撞到啊？他们都没差哦，这样我也不晓得，可是就很美啊哦。或是我们就采折中的办法，我们在台湾哦，我们也是一盏主灯，可是我们不要吊那么低，我也不知道哦，我真的是我那天还在整理，还没有把它弄好，不然你先去弄，然后你再告诉我哦。对啊，哦，抓着你的另一半，抓着你的老婆小孩去 IKEA 看看。就看我说的灯，以前你都没有注意过，说我靠，这个灯原来是吊的这么的低哦，吊那么低是三小，人家就是这样子在过日子。我今天让你看了这个客厅哦的2张图片，跟卧室的2张图片，去看他餐厅，餐厅的灯那才夸张，餐厅的灯哦真的很低，然后还3盏哦，大大的这样子就是打灯在晚餐上啊，然后一家人聚在餐桌边啊，然后讲今天发生的事情啊，这就是西方人的生活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美很漂亮。如果你就把吊的那么低的灯全部把它缩回去，就变成吸顶灯，变轨道灯这样打下来，又很难看了哦。所以灯光真的是一个魔法，可以让房子的美再上一个层级，真的这个是值得你好好研究。然后灯具都不贵哦，真的都不贵，但它就是魔法，给你参考啦。对啊，下次去 IKEA 逛逛看，人家把灯吊那么低是三小，怎么敢这样子玩？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灯都吊到那么低，就这样。